这位真人青年样貌，修为颇高，又给人一种潇洒不羁、凡事不过心之感。一身蓝中掺红的绸面道袍，其内襟都是精挑细选，颇为讲究。那一头潇洒飘逸的秀发，又留了2缕银白，与堕仙门忘情上人王富贵的发型十分的相似。这位太乙真人开口的次数并不多，但是寥寥的2句话，差点让双方直接打起来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哼，明明是自己去旁人洞府被人看到了，还怪到我们黄龙师兄头上。李长寿心底摇了摇头，控制着海神庙中的指导人写下了一行小字：太乙真人极度护短，阴阳语4级。李长寿继续暗中观察，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用多管什么，这几位大佬完全把握住了全场的节奏嘛。争吵不断的升级，双方火气直冒，各仙人蠢蠢欲动，更有人已经开始用玉符摇人了。一场道门内部大战几乎就要在今日揭开序幕。然而都不等李长寿提醒时机到了，广成子大佬便是仰头注视着天边白云，一声叹息传遍各处。何以至此？闻言，多宝道人面色也是颇为复杂，目光环视各处，整个人都仿佛苍老了许多。咱们不都是老爷们教出来的吗？今日为何要针锋相对，谁都不让啊！两教众仙都懵了。刚才可是你们俩先吵的。天地之间，原本那互相冲撞的2股气势，此刻悄悄地软化。广成子注视着多宝道人，突然露出了几分苦涩的笑容，言道：师弟，你受了。多宝低头看向下方的云海，叹道：在外奔波，始终不如小院中吃得爽快啊。是啊，那是师叔总是会故意喂你一些先天宝材，气得我家老师不断说教。当年我还吃了不少大师伯用来炼宝的宝材，被大师伯吊起来打，差点就成了腊肉。龟灵圣母顿时掩口轻笑，对面的太乙真人还翻了个白眼儿。两教仙人此时半数还能保持理智，此时分析着2位大师兄的用意，剩下的半数小巴尔较为感性，已经被这一段对话感动了。其他的则是满头雾水，一副想问号你是否有很多朋友。哎，这么奇怪呢？不管了，多宝叹道：当年黄龙就在池子里每天睡大觉，还是那条观赏龙，我那时就天天逗他，现如今却是一句话都骂不得了呀。这一句巧妙化解了阐教提出的矛盾点。黄龙真人顺势向前，在空中对着多宝道人做了一个道揖，长叹一声：多宝师兄，是我有些心胸狭隘，小题大做，你自是骂得，骂100句也得。不，是我有些失妥。多宝道人叹道，对着黄龙真人做了一个道揖：此前太过心急，出言有些急躁，让黄龙师弟受委屈了。多宝师兄。黄龙真人深深地还了个道揖，一时之间场中的戾气消散大半。双方仙人都知今日已经是打不起来了，感动者有之，但并不算太多。有过当年小院修行经历的赤精子等仙最是感同身受。灵山宝池旁看热闹的那些老道此刻也是阵阵唏嘘，各自摇摇头，已经是要散去了。今日又没乐子可看了。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变化让灵山之上的众老道也是措手不及。那云境中传出了黄龙道人的感慨声：若师兄信得过我，我可在此立下誓言，绝对未曾造谣重伤火灵师侄。我与公明师弟也算交情深厚，更是知道公明师弟为人光明磊落，一心慕求大道。赵公明立刻闪身向前：这事儿我一直在想，越想越觉得怕是有人故意挑拨离间，
意图动摇道门之根基。多宝、广成子对视一眼，齐齐点头。两教新人大多皱眉，细细思量，果真发现此事背后大有蹊跷啊！正此时，就听空中传来一声轻笑：“还好你们还没真打起来，此事我也有办法查清。”一朵白云随声缓缓落下，其上站着一位其貌不扬却颇有韵味的青年道者，自是此时公开的人教唯一弟子。玄都师兄。见过玄都师兄。两教众仙齐齐行礼，大法师含笑回礼，又露出了几分凝重的面色。众位师弟师妹，还请向前来。大法师招呼一声，双方仙人各自向前，聚在大法师身遭。大法师在袖口拿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小岛，抬手轻轻一掷，这小岛在众仙脚下缓缓变大，少顷便化作了直径10里的仙岛，悬浮于云海之上。各位师弟师妹，请听我一言。此前我耽误了些时间，便是去请玉帝师叔引动天道之力，凝成了一面石碑。此石碑名为天地正德，其功用便是借天道之力树一世之源，扬天地正气。以此碑解此事，此事再合适不过了。你我不如同去石碑前，汇聚道门3教之力，查此事之元凶为何人。众仙尽皆称善。玄都大法师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与多宝道人广成子并肩而行，最先落去下方。少顷，数百位两教仙人聚集在仙岛之巅，看着那面石碑，各自低语议论。这石碑左右两侧刻着以德服人，以礼服人8个大字，宛若夜空一般。黝黑的碑面上散发着淡淡星光，其上蕴含浓郁的天道之力。大法师抬手推出了一道仙光，多宝道人、广成子依次出手，各自为石碑注入了一道仙光。黄龙真人对着石碑做了一个道揖，慨然道：“天道老爷明鉴，请为弟子洗清污名。”石碑之上顿时浮现出了一团团云雾，其内显化出众生之相。模糊的众生在笑谈转述，正是谣言不断的传递变化的过程。道道人影飞速流逝，天道之力越发浓郁。李长寿暗中先时扫过，甚至还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啊，多恶之不是，看错了，应该是看错了。画面突然开始变慢，一团团迷雾锁住了谣言的源头。多宝道人低喝一声：“各位师弟师妹，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”截教众仙轰然答应，道道仙光注入石碑之中。阐教一方，广成子抬手做了一个手势，100多仙人也是同时出手，一缕缕仙力注入石碑。这石碑轻轻震颤，迷雾退去，却出现了一幕水帘，挡住了其后的情形。道门众仙各自疑惑，燃灯道人道：“各位，此事怕是牵连到了圣人老爷，不如……”哼！玄都大法师冷哼一声，众圣人弟子尽皆看向燃灯，燃灯立刻改口，低声道：“查出之后，再细细斟酌。”请太极图。玄都大法师低喝一声，左手高举，先天至宝巴掌大小的太极图自掌心缓缓浮现，射出2道阴阳气息，注入石碑。那水帘瞬间炸散，露出了其中一朵轻轻晃动的12瓣金莲。这一瞬间，道门众仙尽皆陷入了沉默。灵山宝池旁的众老道此刻面色大变，头顶写着无妄之灾几个字，各自眼神都有些慌乱。而在角落中的那个青年道者已是面无血色，站起身来，朝着灵山后山走出2步，又突然顿住身形，宛若泥塑般，手指在轻轻震颤，心神震荡，天人交战。渡仙门，小琼峰。李长寿感受到
自己元神处的太极图为能又缓缓提升了一些，显然是圣人老爷出手护住了他不被西方反推演。于是起身对着空中行礼，嘴角的笑意更浓郁了一些。经此一事，他算是明白了，三教高人绝非一两个，而是一批又一批呀。面对这些老前辈，必须要心存敬畏啊。心底响起了指道人听到的2声呼喝，李长寿对此不再多干涉。接下来的事让大法师和几位道门大佬主持就事，他单纯看戏，顺便呢做好救火队的职责。那呼喝却是：截教仙，随我去灵山。慌乱了，不过转眼地藏已经再次冷静了下来。若是处置不当，今日便是我一个死结呀。事情转变的着实太快，地藏此刻完全无法断定道门到底是有意而为，要针对他这个无名之辈，还是这一切真的就只是恰好赶上了。地藏此时只能赌老师会护住自己。他前有暗收鸿蒙凶兽为己用的献策，今有谋划东海之战，为教内增加底蕴的功劳。念及此处，这青年道者心底无比的郁闷。我修行已有数个元会，一直未到台前，今日刚从3000世界游历而归，准备大展手脚，没想到刚出手2次，就遭遇这般危机。莫非我当真洪荒出道即是巅峰？东海一战的谋划，本以为是我大展宏图的开始，没想到却是自身谋算之道之绝唱。唉，地藏轻轻一叹，缓缓坐了下来。谛听挪了挪那庞大的脑袋，传声问：主人，不去多做点什么吗？此事已惊动老师，若我再多做，很可能出错，倒不如静静等候，一切听老师安排。谛听趴在那儿听着远方乱糟糟的心声，粗长的尾巴也轻轻地晃了晃，又传声道：主人，估计你这次是没救了，记得给我找个好下家。你们西方教有几个女弟子，倒是挺不错。地藏的笑容有些无奈，坐在那儿闭目养神，静待暴风雨来临。若说糟心，此刻那灵山之上的众老道才是最糟心的。他们本着道门内战大欢喜，道门不战也无事的心态，在旁看个热闹罢了，怎么突然就被火烧身，不知所措了呢？云境术所显，阐劫两教已经汇聚了过千名仙人，跟在玄都大法师多宝道人广成子身后，浩浩荡荡地朝着西方而来，面色皆不善，目中多厉色。这可不是那些中神州仙门的仙人，这是听过圣人讲道，出身圣人道场，里面大批高手，若不考虑圣人出手，足以荡平他们灵山100遍那100遍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一个老道慌了神儿，他们怎能平白无咱们清白？又有老道义愤填膺。那名驼背老道皱眉问道：谁算计了此事？众老道皆是不言，一个个只是摇头。正此时，3道金光闪过，又有3名老道现身，落在众老道身前，身上的金光渐渐淡去，同样是破布烂衣的打扮。从他们衣服破损的程度可以判断，这已经是混到了西方教权力中心绝对的高层。这毕竟身上的布料只能遮住一些关键部位了。果不其然，保持旁边的这一群老道对着3名道者尽称师兄。他们3位是侍奉于2位圣人老爷身侧的圣人弟子，此刻齐齐现身，也是事态真的紧急到一定的程度了。3人接连开口，声音传遍了在场这些老道的心底，开始了西方的传统异能甩锅，如此，这般。众灵山弟子尽皆明了该如何处置后事，又有几名老道匆匆而去，找了一名中年道者，将这道者带到了宝池旁。这位中年道者有些不明所以，还以为自己就要熬出头了，得了教内的器重。一位老道突然出手，
手指点在了这中年道者后脑处。中年道者浑身一颤，身体软倒在地。一道金光闪过，此人突然睁开双眼，直直地站了起来，眼神表情与侧旁刚出手的老道毫无二致。摄魂，地藏喃喃道：如此，确实多谢老师了。那谛听神兽低头叹了口气，传声道：主人，你若是哪天扛不过了，还是早早还我自由，让我另外投个好人家吧。你们教也实在太不把生灵当生灵了。地藏皱眉，慎言。谛听缓缓扭了个头，继续听着那些离灵山越来越近的嘈杂心声，不再多说什么。与此同时，赶来灵山的那一大片白云上，三教心中此时飞得并不算快，一是为了保持队形，二是为了给西方更多的压力。此刻玄多大法师站在道门众仙之前，要说压力那自也是有，毕竟这平日里是懒散惯了，也没有带过这么多师弟师妹一同搞事。此时道门一方决策权集中在他与多宝、广成子手中，每走一步都要细细考量分析后果。自从人族大兴，妖皇陨落，大法师已经很少如此费心，此时思路也有些不畅。不过无妨，此地还有人教金牌小师弟，玉帝御史大权臣，老君用了都说好，道门自此呱呱叫的法宝人，那个准师弟，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啊？于是大法师找准正躲在黄龙真人袖中的指道人，传声问询：长庚啊，你猜西方会有哪般应对？